去年台湾的青少年犯罪人口率创下了最近5年来的新高点。很多人批评就是因为法律对少年犯太宽容，才会让他们铤而走险。这是真的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青少年犯罪吧。嗨吼，大家好，我是志奇。去年底，新北市一名国3的学生为了帮干妹妹出气，用弹簧刀攻击隔壁班的同学，造成了对方身中多刀，最后不幸伤重不治。没有想到，今年的5月新北市又再传出有国中生用美工刀划伤同学的新闻。除此之外呢，最近社会上面也出现了不少青少年贩卖毒品、咖啡包，或是成为诈骗集团车手而被逮捕的新闻。种种消息呢，都让很多人开始担心，台湾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误入歧途？这青少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有办法阻止青少年犯罪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知道吗？一个成年人每分钟会呼吸14次，一天的呼吸量就高达1万公升。这么大量的空气在身体进出，所有空气品质的好坏也就更加重要。空气当中的污染物不只存在于户外，尘螨、废气、各种悬浮微粒也会随空气飘进家中，造成健康的负担与过敏问题。那如果你也深受过敏问题困扰，现在有救了！介绍你这台医疗院所等级的克利净 CS101 Max 超能雷神全智能空气清净机，除湿旗舰款。克利净 CS101 Max 有独家的专利电浆系统，能够有效的过滤空气当中的尘螨、脏污、宠物毛发等过敏源。出风口呢，号称验不出一丁点的悬浮微粒。而且它还针对台湾气候设计，不止清净空气，还有除湿功能，超强2合1，一台就改善2大过敏问题。另外，一般清净机的内部机构容易越用越脏，用久之后出风口反而 PM0.3 爆表，变成另外一种空污制造机。但克利净的气密结构设计呢，能够让风道的风扇保持干净，确保脏污只沾滤网不沾其他地方。重点是克利净售后还有3年的全机保固，永久产品保养和检测。到付安装前还会先帮你免费的做居家污染源检测。如果你正在找一台功能强大、同时外观美型的空气清净机，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赶上最后一波的早鸟募资吧。根据警政署的统计资料，台湾的青少年犯罪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去年2023年青少年嫌疑犯的总数就比前一年增加了大约 13%， 来到了10790人。而且因为少子化的关系，从2019到2023年之间，青少年的总人口呢少了大约 13.8万。可是青少年犯罪的人数却不断增加，导致犯罪率攀升。如果用青少年的总人口数去计算每10万人之中有多少青少年犯罪的话，就会发现2023年的青少年犯罪人口率是最近5年来的最高。平均每10万人当中呢，有921个青少年犯罪。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想要犯罪呢？答案可能跟网络有关。网络社群快速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会透过社群媒体或是线上游戏交朋友，让很多的不肖分子看到了机会。以2023年青少年涉案最多的诈欺案件来说，很多诈骗集团或帮派会先在网络上面跟青少年交朋友，取得信任，再用高额的打工费诱惑青少年成为车手或是为帮派做事。另外一方面呢，青少年的社会经验比较不足，除了没有办法马上辨识出这些高额打工是犯罪之外，也有很多的青少年不知道，有些在网络上面看似是开玩笑的行为，实际上面呢会违法。例如说，把自己讨厌的人的照片合成嘲讽的梗图传到社群上面，可能会涉及公然侮辱；或是偷拍自己的同学或男女朋友的私密照，就算不分享也算是儿少性剥削的犯罪。甚至有的时候，很多青少年只是想要跟风一下，却不小心害人害己。像是在台湾，曾经有国中生模仿 TikTok 恶作剧的影片，突然抽走同学的椅子，害对方差点瘫痪。去年呢，美国也出现了大批的青少年模仿 TikTok 的偷车挑战，还有人因为无照驾驶而丧命。除此之外呢，也有人认为这些未满18岁的青少年，主要是仗着年纪小，很容易获得减刑，才会这么的肆无忌惮。目前台湾对少年犯罪事件的处理方式，大致可以根据严重程度跟犯罪年龄分成2种，一个是少年保护事件，另外一个是少年刑事案件。如果青少年违法的情节不严重，或是犯罪时未满14岁的话，就属于少年保护事件，主要会用辅导跟教化的方式处理，不会有刑事处罚。但如果青少年已经满14岁，而且犯的是比较严重的罪行，这个时候呢，就属于少年刑事案件，会移送给检察官侦办。少年刑事案件虽然原则上面适用一般的刑事处罚，不过法官可以基于未成年者的个人家庭状况给予减刑。而且不管犯罪有多严重，只要是18岁以下的少年犯，在处分完的3年之后，前科的记录就会被注销，除非是经由青少年个人同意或是检警的办案需求，才可以调阅相关的记录。基本上呢，可以等于是没有前科。
这一点就激起了很多人的质疑，像是有民间团体就认为注销前科除了是一种纵容，也让社福跟学校失去了后续追踪的机会。另外，也有人提出现在的小孩越来越早熟，认为呢用14岁来区分需不需要负刑事责任已经不太够，应该要下修。但也有不少的专家学者认为，在讨论法律对少年犯是不是太宽容之前，我们应该要先了解少年犯为何会犯罪。有很多长期研究儿少议题的专家认为会有偏差行为的青少年普遍有家庭支持系统不足的问题。例如父母亲因为失业或入狱，家庭经济出现困难，青少年呢可能就比较容易被不法分子用金钱利诱去当车手或加入帮派。那就算是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也可能因为父母管教不当，让青少年出现了反抗或是放纵的行为。另外，少年法庭的蔡坤湖法官呢也提到，触法的少年之中有很多都有过动症或者情绪跟学习方面的障碍。这些天生就比较需要帮助的小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得到适当的协助，造成了他们在生活课业、人际上面都充满着挫折。这个时候，如果再没有人引导他们用适当的方式处理情绪，很可能就直接用暴力的方式来发泄，造成犯罪。所以，站在儿少保护的立场，要让未成年的人完全承担先天及后天不良环境造成的结果，其实很不公平。不过，有人认为就算不能够完全的怪这些青少年，偏差行为还是要想办法处理啊。目前台湾在处理少年事件时，大多都是秉持着行政辅导先行、司法为后盾的原则。行政辅导先行是说，对于这些还没有真正犯罪，但是携带危险武器、使用毒品或是犯罪未遂的这些曝险少年，会交由少年辅导委员会来协助他们找到相关的福利、教育或是医疗资源，回归正常的生活。那对于已经触法进入少年保护事件程序的青少年，就会由少年调查保护官先去了解他们的处境，再让少年法官给予适合的矫正措施。例如，如果一个青少年家里面已经没有人可以负起管教的责任，可能就会让他进入安置机构或矫正学校，也就是过去被称为是少年抚育院的地方。不过有很多人批评这些矫正措施看起来是利益良善但其实根本就没有用。首先，对于很多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来说，目前行政辅导先行的制度其实增加了很多的压力跟无力感。因为按照规定，老师只能够用16种特定的方式来管教学生，像是口头纠正要求学生静坐，或是一次不超过1堂课的罚站。想要检查学生有没有带违禁品，也要先提出具体的证据。搜查时还要有2位以上的老师、家长或学生陪同，并且全程录影。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则，老师可能就会被检举，或是因为侵犯了学生的隐私而吃上官司。所以有些老师即使想要管也会因为怕被投诉不太敢管。再加上行政跟教育单位没有司法的强制力，其实也不太能够强硬的把有偏差行为但还没有触法的青少年拉回正轨。另外，也有人批评，就算是已经触法的青少年，矫正机构能做的也很有限。2019年开始，台湾的少年抚育院就全部改制为矫正学校，政府投入更多的资金、专业人力，希望把原本的监狱式管理变成学校化的矫正措施。但有更生少年分享，自己过去在矫正学校的经验，不止没有什么被辅导，里面上的课也几乎跟一般的学校没有什么两样。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什么矫正功能。甚至还有矫正机构爆出了以暴制暴，或是有学生集体性侵的事件。有人透露，即使预算跟人力有所增加，但资源还是有限，矫正学校比较难关注到每一个个案。而且矫正偏差行为算是一门特殊的专业，即使有执照的心理师、社工师，也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要怎么样矫正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再加上青少年平均收容的时间不到2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改变他们长期发展出的人格跟偏差行为，非常的困难。而这些青少年从矫正学校出来之后，虽然还有少年保护官这个角色，持续的追踪个案，避免再犯，但遗憾的是，全台湾的保护官不到200位，目前人力已经适应到平均每个保护官可能就要负责100个案子。那种种的因素下来最后的结果是矫正的效果有限，监督的人力也有限，所以青少年很容易又铤而走险，继续的犯罪。以新竹的矫正学校城镇中学来说，在2022年离校的学生当中还是会有高达50%的人会再犯。那既然如此，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处理少年犯罪的议题呢？近年有很多的学校跟民间团体都积极的想要在有限的资源之下提升矫正教育的品质，像是高雄的矫正学校明阳中学就在108课纲之外加入了社会规范跟生涯发展这些对于触法青少年有帮助的课程。而点亮生命教育协会也一直努力的将情绪教育、生命教育的课程带入多个矫正学校。
另外呢，在国三生用这个弹簧刀攻击同学事件之后，教育部呢也在今年的2月放宽了老师搜书包的条件，以后只要是针对特定身份的学生，老师不需要有陪同人员就可以检查书包。这边的特定身份呢，包含了在保护管束的学生，或是加入帮派啊、使用暴力这类有偏差行为的学生。今年3月，教育部也宣布要补助地方设置中介教育基地，让那些刚从矫正学校出来，没有办法马上适应校园，或是对他人有危险性的青少年，有一个过渡期的安置空间。保护官跟学校呢，会针对这些青少年给予个别化的辅导跟教育，像是艺术治疗啊、职业探索、生命教育等等，尽量的确保他们有能力适应学校以及社会的一般生活。而另外一方面，为了更确实的掌握处罚青少年状况，司法院也宣布会增补少年调查官、少年保护官的人力至少380人，并通过法案，希望把无条件涂销前科变成处分完毕3年内没有再犯才能够涂销前科，借此督促青少年不要一再犯法。而在我们截稿之前，这个修正草案呢正在立法院等待审议当中。在深入了解这个议题之后，我们发现青少年之所以会犯罪，很难用家庭教育或是司法制度其中一个单一的面向来完全的解释。但比较可惜的是，我们认为目前大部分的政府措施都是比较末端的处理，像是放宽搜书包的规定啊，成立中介基地或是增补人力等等。比较结构面的问题，像是少年犯的家庭功能为何会不彰，矫正机构效果有限，那要怎么样改才有用？相关专业人才为何会不够？是教育问题吗？或是钱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安全网还可以从哪边提早接住这些需求等等，就比较没有看到政府提出通盘性的检讨。再加上有很多的措施都才刚刚宣布，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知道成效。所以我们希望呢，可以透过今天这一集让更多人持续关心跟讨论青少年的犯罪问题，避免遗憾一再的发生。另外，我们的播放清单当中呢，有一个学生顶嘴专用的系列，也希望透过这个影片呢，让更多人看到现在学生的想法，努力的一起找到更好的世代互动方式。此外呢，我们在资料搜集的过程当中，也看到了很多默默努力帮助这个青少年族群的工作者，真的很敬佩，也很感谢他们的热情跟毅力。有很多更生少年回忆自己是遇到了某个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老师或社工师，才下定决心要改变。而这些故事呢，都让我们愿意乐观的相信，只要社会上面还有人没有放弃这些触法的青少年，他们都还是有机会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碍于时间的关系，可能还有很多跟青少年犯罪相关的面向，我们没有办法讨论到。如果你是相关领域的工作者，或是如果你是青少年，有第一手的观察可以跟大家分享，都欢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哦。好的，那我们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加重惩罚对于降低青少年犯罪会有效吗？会尤其对于犯重罪或者累犯，更应该要判得重一点点，才能够杀鸡儆猴。并不会如果只给惩罚而不改善环境跟教育，应该没有什么用。自己看惩罚的方式是什么？如果能够让青少年真正了解自己为什么受罚，目的是什么，也许有用。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青少年犯罪。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诈骗天堂以及儿少性剥削。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